吵得最凶的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奇怪的事儿？在公司，同事把你精心做了一周的方案改得面目全非，你能笑着说挺好的，我再调调。在饭局上，一个不太熟的人当面反驳你的观点，你能端着杯子说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没想到这个角度。但是回到家，你的伴侣只是问了一句垃圾到了吗？你就莫名其妙的炸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对全世界都有耐心，唯独对最亲的人没有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这一期我想拆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，但极少有人真正想明白的事儿。为什么你跟伴侣吵的架比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多？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性格不合，他不理解我，他总在不对的时间说不对的话。真相比这残忍的多，也温柔的多。今天我从4个层面给你拆，从大脑一直拆到意识的底层。第一层，你的大脑在家和在外面跑的是2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。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，人在社交场合的时候，前额叶皮层会进入一种高度监控状态，它在你的真实情绪和你嘴巴里说出来的话之间硬插了一道审查程序。你心里想骂人，它帮你翻译成我再想想；你内心翻了18个白眼，它帮你挤出一张得体的笑脸。这不是虚伪，这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几百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。在原始部落里，你要是对同伴乱发脾气，就可能被孤立，而被孤立就意味着死亡。所以前额叶学会了一项核心技能，在外人面前管住你的嘴。但当你回到家，面对你的伴侣，你的大脑做了一个关键判定，这个人是安全的。注意，这个判定不是你理性思考后做出的，是你的依恋系统在毫秒级别自动完成的。从你们确认关系的那天起，杏仁核就悄悄把这个人写进了一份安全名单。一旦进入这份名单，前额叶的审查力度就直线下降。你在外面那套管住嘴的程序，回到家就自动关机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白天积攒了一整天的委屈、挫败、焦虑和不满，全部被前额叶压在缓存里。回到家的那一刻，安全信号触发，闸门打开，情绪倾泻而出。你的伴侣问了一句垃圾到了吗？只不过恰好站在了泄洪口。他接住的不是你对那句话的反应，他接住的是你一整天的情绪总账单。所以很多人下班进门的头10分钟是最危险的，不是伴侣做错了什么，是你的大脑刚刚完成了一次系统切换，从社交审查模式切到了家庭卸载模式。有研究让参与者分别面对陌生人和伴侣的批评。面对陌生人时，前额叶活动很强，情绪被压得住。同样的话换成伴侣来说，前额叶活动明显减弱，杏仁核的反应却显著增强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同样一句刺耳的话，别人说你的大脑帮你兜住了，你爱人说大脑直接放行了。这不是你的意志力出了问题，是进化帮你做了一个你没授权的决定。在最安全的人面前，审查系统自动降级。第二层，期待的不对称。你对一个外卖小哥有什么期待？准时送到就行。他迟到5分钟，你可能有点不高兴，但不会崩溃。你对一个同事有什么期待？该做的做好就行。他偶尔犯个错，你摇摇头也就过了。但你对伴侣的期待清单比你自己意识到的要长10倍。你期待他下班回来能主动问你今天累不累，你期待他能记住你上周随口提过的那家餐厅，你期待他在你皱眉的那一瞬间就读懂你的不开心，你期待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刻不需要你开口就知道该怎么做。心理学管这种现象叫读心期待。你潜意识里相信，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就应该自动知道我在想什么。这个期待一旦落空，产生的情绪远远超过事件本身的分量。同事忘了你的生日，你会想正常，关系没那么近。伴侣忘了你的生日，你会想他心里根本没有我。同样一件事，你给2个人打了完全不同的分，不是因为它造成了不同的客观损害，而是你的依恋系统给不同的人挂了不同的权重，越亲密权重越高。同样的疏忽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。
哥特曼研究了40多年的夫妻互动，他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婚姻出问题的核心不是吵架的频率，而是一方发出的情感竞标被另一方忽略的频率。什么是竞标？你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真好，你不是在聊天气，你是在说来跟我连接一下。对方回了一句是不错，竞标成功。如果对方头都没抬，或者甩了一句你烦不烦，竞标失败。哥特曼发现，最后走向离婚的夫妻不是吵得最凶的，而是竞标失败率最高的。他做过一个经典研究，跟踪了130对新婚夫妻，观察他们日常互动的细节，然后6年后回访，结果发现婚姻依然幸福的那些夫妻，在日常生活里对伴侣发出的竞标回应率是 86%， 而那些已经离婚的回应率只有 33%。 差距不在大事上，不在谁赚得多谁做得对，全在那些你根本没当回事的小瞬间里。他叫你看窗外的晚霞，你头都没抬；他跟你聊今天公司发生的事，你眼睛盯着手机，说了句每一次微小的忽略都在你们之间的信任账户里扣了一笔，笔数够了，信任就塌了。信任一旦塌了，同样一句话的杀伤力翻10倍。第3层，佛学能给出最精准的解释，莫纳什的我的执着。之前我们聊过，唯识学里莫纳什的核心功能是执我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做一件事，把一切往我上面贴。这是我的身体，那是我的想法，这份成绩是我的能力，那个孩子是我的骨肉。而你的伴侣是莫纳什贴上我的标签最深的人之一。这造成了一个微妙但极其强大的效应。一旦一个人被标记为我的人，他的独立意志就会变成对我的威胁。同事不同意你的方案，你可能不开心，但莫纳什不会拉警报，因为同事不是我的。你的朋友说了一句你最近是不是胖了，你笑一笑就过了。同样的话，你伴侣说出来，你当场就能变脸。区别在哪儿？朋友评价你的身体，莫纳什不在乎，他没资格定义我。伴侣评价你的身体，莫纳什瞬间跳起来，我的人在否定我。所以伴侣说了一句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好，哪怕语气再温和，莫纳什的警报都会被触发。我的人在质疑我，我的人不站在我这边，我的人正在脱离我的控制。你以为你在跟伴侣吵某个具体的事，买不买那个东西，孩子该不该上那个班，周末去看谁家父母。其实你在吵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说出口的问题，你到底还是不是我的？这就是为什么夫妻吵架永远在吵态度问题，不吵事实问题。事实问题5分钟就能查清楚，态度问题吵5年都没结论。因为态度问题的本质不是谁对谁错，是莫纳什在反复确认一件事，你还在我的名单上吗？第4层，最深的一层，你的伴侣是你唯一骗不了的一面镜子。你在公司可以扮演温和理性的管理者，在朋友面前可以扮演洒脱大度的人生赢家，甚至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扮演岁月静好的灵魂行者。但你的伴侣看过你凌晨3点崩溃大哭的样子，看过你为了几块钱的差价跟人计较的样子，看过你对着孩子失控吼完，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发呆的样子。他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你全部素材的人，而且更要命的是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，几千个小时的近距离观察，让他精确地绘制了你的情绪地图，哪个按钮一碰就炸，哪根神经一拨就疼，哪句话从哪个角度说进去杀伤力最大。他不需要用力按，轻轻一碰你就跳起来了。反过来，你对他也一样，你们互相持有对方最完整的操作手册，所以你在他面前无处藏。所以当你跟伴侣吵架的时候，你表面上在反驳他说的话，底层你在做的事是试图砸碎那面镜子，因为镜子造出来的那个你自己不想看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投射性认同，你把自己内心无法接受的那个部分，可能是脆弱，可能是控制欲，可能是害怕被抛弃，投射到伴侣身上，然后去攻击他。你骂他冷漠，其实你害怕的是自己不值得被爱。你嫌他太粘人，其实你恐惧的是被人需要时那种窒息感。你指责他不上进，其实你焦虑的是自己正在失去方向。
你不是在跟你的伴侣吵架，你是在跟自己的影子吵架，伴侣只是替那个影子挨了打。而且这个过程是双向的，你在投射，他也在投射，两个人互相把自己最不敢面对的东西甩到对方脸上，然后对着对方脸上自己的影子开火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夫妻吵到最后，两个人说的话越来越离谱，越来越狠，因为他们早就不是在跟眼前这个人说话了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有点沉重，但我想把这个故事翻过来给你看另一面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只会在伴侣面前崩溃，而不会在陌生人面前？因为崩溃需要安全感，你的神经系统在做一个实时计算，在这个人面前暴露最丑的那一面，我会不会被抛弃？如果答案是会，前额叶会死死锁住闸门，你会维持体面。只有在答案接近不会的人面前，你才敢卸下所有的盔甲。所以你跟伴侣吵架的频率，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你信任这段关系深度的一个度量。我不是在美化吵架，失控的争吵当然会造成真实的伤害，但我想让你看见吵架底下那个常常被忽略的信号。你愿意在这个人面前呈现最差的自己，本身就说明你的生命把它放在了一个极深的位置。真正让人担心的从来不是吵架，是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说话客客气气，从不起冲突，10年如一日的相敬如宾。外人看着说这家人真恩爱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不是和谐，那是两颗心已经放弃了靠近。有位观众之前给我留言，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：爱作为种子激活后的感觉，种子凋零，爱也消失，对方从未变过，只是爱的种子用完了。我觉得他说的既对又不完全对，种子确实会用完，但觉察能种下新的种子。关键在于你是在无意识的消耗旧种子，还是在有意识的播下新的。每一次你在吵架之后选择向内看一眼，而不是甩一句你永远都这样，你就在土壤里多埋了一颗新的种子。这颗种子不一定马上发芽，但它在。所以下次当你跟伴侣吵完架，情绪慢慢退潮的时候，可以试着做一件事儿，不是道歉，不是和解，不是分析谁对谁错，而是安静地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刚才那一刻让我真正愤怒的是他说的那句话吗？还是那句话刚好戳中了我身上一个我一直在保护的地方？如果你能找到那个地方，你会发现你不需要改变你的伴侣，你需要的只是看见自己，而你的伴侣恰恰是全世界唯一有本事逼你看见自己的那个人。所以家庭才是你真正的道场，每一次吵架都是一次被迫的觉察练习，只不过大多数人选择了怪对方，而不是向内看。你跟伴侣之间反复在吵的那件事，底下真正藏着的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